刚刚呢，从这个孟加拉国回来啊，心里面呢有些话呢不说出来，真的是憋得难受啊。这个国家的一个现状呢，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。因为工作需要呢，我是被派到孟加拉国那边出差1个月，但是啊，我只待了20多天啊，我就强烈要求呢必须要回国。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主要就是离不开以下这几点原因啊。那第一点就是孟加拉国那个香烟呢，它不是按照那个盒子出售的，而是按照支来出售的。这就是因为呢，在当地呢，几乎没有人会舍得去买一整盒的一个香烟，就算是在富人区呢，也非常的少见啊。这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匪夷所思。那第二就是孟加拉国呀，对环境的要求呢不太严格，基本上街道上面呢到处都是又脏又乱，垃圾呢那是满天飞，只要一刮风那种下雨，到处都是垃圾弥漫的这个味道啊。路边呢根本也没有什么环卫工人在那儿打扫卫生，空气中呢弥漫着一股恶臭味啊，就是垃圾的那种恶臭的一个味道，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恶心，就根本上我在他们路边呢有好几次差一点要吐的一个感觉。那第三呢，就是孟加拉国呢是没有那种公共厕所的，即使有也是只针对那种女性的啊。男士呢在公共场所里面啊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去上厕所的，只能够就地解决啊。去了那么多国家啊，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一个国家。第四点就是孟加拉国呢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啊，机械化的一个程度不高，大多数农作物呢都是人工种植的，农村人口呢是要远远多于城市的一个人口的。包括在孟加拉国这里的一个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啊，占到了总人口的60%以上啊，所以这里的贫富差距呢真是让我感觉呢非常的大啊。第五就是孟加拉国呢，你可以回归到原始的一个生活方式，你会看到呢大街上到处都是那种人力车拉货的啊，包括用那种马车拉货物，大街上的一个交通呢是非常的混乱。红绿灯呢基本上在孟加拉国没有任何的一个作用，都是一个摆设，汽车呢跑的甚至比那个3轮车还要慢啊。出门打车呢你最低是要花费30分钟甚至1个小时以上，而坐那种人力的就是人蹬那个3轮车只需要10来分钟。第六点就是在孟加拉国咱们刚才提到的贫富差距是巨大啊，大街上呢到处可以看到一些光着膀子的一些流浪汉，一天的一个薪水呢勉强就是可以填饱小肚子，有些人就是天天挨饿啊。而富人呢则住在那种豪华的一个别墅区里面，开着小汽车。贫富差距啊在这个国家真的是无法逆转的，因为呢资源有限嘛，基本上所有的资源呢都已经被这种富人给垄断了。那第七点就是孟加拉国这个国家是没有一夫一妻制的啊，只要你老婆同意，男人呢娶多少个妻子呢都是可以的，这就导致了孟加拉国女性的一个地位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。这个现象是不是非常奇葩？这在咱们中国呢根本就不可能的啊。第八点就是孟加拉国一些工厂的一个老板呢是来自我们国家的，他们来到这里创业呢就是因为这里的一个劳动力非常的廉价嘛，工人呢基本上一天是要工作12个小时往上的，甚至有的要工作16个小时啊，薪水呢一般呢只有50塔卡，折合成人民币啊也不到个10-20块，而且呢这里的员工是没有什么养老保险的啊。看完孟加拉国的这些情况，我就感觉呀，我以后可能是再也不会再去了啊！跟孟加拉国就是他们国内的一个情况相比，生活在我国是多么的幸福啊，安全！不知道大家对于孟加拉国这个国家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？如果说有机会，你愿意去孟加拉国旅游吗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